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ny， 欢迎回到我频道 Danny 的澳洲笔记。那我想呢，疫情肯定是影响了不少人的生意或者是工作，所以说这一期呢，我们就来一下比较实用的内容。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身边朋友或者我自己已经验证过的，针对不同背景人群的可以创造额外收入的方式。当然，生活当中创造额外收入的方式呢非常多。那我们今天呢就分享4点比较实用的，如果做得好的话呢，甚至还能成为你的主业。那我建议你呢，其实每一条都要看，不要跳过去，因为或多或少呢都会对你有些提示的。那么我今天的视频呢，不讲什么高大上的，也不会说通过这个方式你就成为百万富翁，而是一些最普通的方式。但是这些方式呢，都是我和我的朋友验证过可以做到的。我相信，既然其他人能做到，那么你也一定能做到。好了，我们废话不多说，先开始第一种方式。很多朋友说这个我不是专业人士，而且呢我在生活当中没有什么擅长的领域，所以说我能做点什么去开拓额外的收入呢？其实很简单，只要你能上网就可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讲一个故事。这个呢是我一个在加拿大的朋友，他呢就开了一个服务公司，做得非常不错。他发现什么呢？就很多新移民到加拿大的人呢，他需要就是通过生意或者通过找工作拿到绿卡，但很多人其实对国外的环境并不了解，所以说呢，他就为这个做生意开企业人呢提供这个生意文案撰写包括这个标志的设计以及这种专业的生意企业的这种宣传短片等等，然后为这些找工作的人呢就提供这个书写和改写这个简历这种服务。但是我这个朋友真的是非常普通，而英语呢更是没有好到可以帮人编写改写简历的水平。那他是怎么去做到这种服务的呢？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提供不同这个专业服务的自由职业者，但是你要自己去找呢有点困难，因为比较分散。所以说有些企业呢就比较这个精明，就做出了像 Freelancer、Fiverr 这样的网站，就是把这些不同的自由职业者呢按照他们服务的这个类别不同，就放到一个网站上。这样的话呢，你只需要通过一个网站就可以找到这个不同服务类别的各种各样的自由职业者了。做得好的话呢，还可以建立长期服务。那我的朋友呢，其实就利用这种信息差来赚钱的。他知道这些新移民想要什么，他也知道 Fiverr 上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那么他站在中间，把这个买家和卖家连在一起，付上一个20%到50%不等的服务费。这样的话呢，服务人多了就可以赚取非常好的这种收入。那我带大家看一下这个网站，我们就拿 Fiverr 举个例子那因为现在受到疫情的影响嘛，所以说很多企业也好，公司也好，都把这个业务放到了网上，因此呢，就需要一个比较炫酷、比较不错的就是宣传企业和生意的短视频。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到 Fiverr 这个网站上去找这个可以制作这种短视频的专业人士。这个网站呢，稍微往下拉一下，它的这个主目录就出来了。那我们可以看这个视频这一块，点进去。点进去之后呢，它有很多就是分类。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分类，甚至还有这个 video editing。如果你自己不会编辑这个视频的话呢，你可以找人去帮你编辑。那么关于这个企业宣传的广告式的短片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块，你可以看到很多这种提供这样服务的专业人士。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评分，然后可以看到它的价位，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来去重新选择一下，比如说你在哪个平台，什么样的视频，然后等等，还可以选这个专业人士的这个标准，各种各样的语言等等。那我们就点这个进去看一眼，因为它这个848个点评，而且好评率非常高。进去之后呢，你就会看到了，它给你提供的有基本服务，有标准服务，还有等于是高级服务，它每个价位写得都非常清楚。对，这块是每种不同服务的价位。那么各种各样的这种专业人士呢，都在这个网站上，那么你就可以然后找到这些专业人士的这种服务，然后在上面加一个中间的价位，然后转卖给你的客户。我会说Danny， 你是不是觉得别人都是傻子呀？那么你能找到 Fiverr、Freelancer 这样的网站，那别人也能找到，人为什么要通过你让你赚这个差价呢？你想想，今天这期视频能不能让全球78亿人都能看到？绝对不可能吧。看到的永远是少数，所以说呢，能够知道的人也永远都是少数。这个呢，就是信息差。这是为什么很多人懂得利用这种信息差来去赚钱。
那你觉得这个信息是不是挺有用的？如果有用的话呢，你别忘了啊，订阅一下我的频道，并且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有新的信息出来呢，你就不会错过。其实有些时候你做得好的话呢，甚至不需要 Fiverr 这种网站。比如说刚才那个做短视频的例子，大家会发现网上有大量的这种专业视频的模板网站，你自己其实就可以去做到的。那这里呢我就不多说了，如果大家想有更多的交流的话呢，可以看一下视频下方，然后加入我的开心打卡群。其实信息差呢远远不止我说的这些，生活当中呢到处都会充满了信息差。那么你可以在这些网站上去浏览，找到呢符合你生活当中的那些信息差，然后呢借此来赚取额外的收入。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资讯服务。大家生活在西方国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比如说我拿这个澳洲举个例子，很多新移民呢就抱怨，有一些专业上的问题呢，其实很难去问人。比如说像法律上的，那么他打电话打到专业的法律机构之后呢，他会发现，如果不是签约客人或者没有发生业务关系的话呢，其实很难得到任何答案的。所以说问了半天等于没问。因此很多新移民在各类专业问题上，反而倒是以亲朋好友的信息，甚至是以公众号的信息为依据。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呢？原因也很简单，第一个呢，就是澳洲人工太贵了。专业人士的人工更贵，所以说他们不会就浪费在没有签约、没有交钱的客人身上，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澳洲的法律非常严，尤其涉及到一些专业，如果你没有这种签了字的隐私保护条款或者是免责声明的话呢，这专业人士是不会去说很多东西的。所以说你就会发现，在普通人和这些专业信息之间呢，有这么一个巨大的鸿沟，而这个巨大的鸿沟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市场。那么我呢，就和我的朋友 Fred， 我们建立了移民资讯的这么一个公司。因为从我的频道上呢，我发现很多人在问我关于这个澳洲移民留学的问题。因为 Fred 呢是澳大利亚移民局的注册移民代理，有执照，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提供很多这种关于澳洲移民留学这种专业的资讯服务。那有些人说我不是什么专业人士那怎么去开通咨询其实生活当中很多所谓的咨询并不是需要专业知识的。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呢用了1年的时间去读各种情绪方面的书，所以说他很会去开导别人，很会去安慰别人。那么疫情期间呢，自然有不少人受到这个经济方面的压力，变得特别沮丧，所以就爱跟他去聊天。那聊的人多了呢，他就会收取一定的服务费。但是呢，即便收费，也有很多人很喜欢他，所以说慕名而来跟他聊天。所以他就利用自己擅长的方面呢，去赚取了很多额外的收入。这一点呢，其实大家完全可以考虑。如果你生活当中有哪一方面特别擅长，其实你完全可以利用这个去赚一些额外的收入。那还有些朋友说我不太擅长说话，平时呢就是爱鼓捣修修东西什么的。那我怎么去赚额外收入呢？那这里我就告诉你一个这个澳洲人最爱用的一种赚取额外收入的方式，就是回收旧物品，然后修补之后放到网上再去出售。你要知道澳洲的市政厅其实每个市政厅都一样，每年有1到2次的这种大件垃圾 hot rubbish 这种回收的时间。那么就是居民呢把这些大件垃圾，比如说像家具电器等等，放到自家屋前，然后过几天之后呢，这个市政厅的工作人员就过来把它收走了。但是在市政厅工作人员来之前呢，很多澳洲人呢开着拖车先把这些东西拿走了，拿回去之后呢修补去放到网上去卖，少的时候呢能赚个几十，多的呢甚至几百上千都能赚得出来。即便呢你遇到了一些不太会修的东西也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 YouTube 我们家后院那水泵就是我跟着 YouTube 一步一步修好的，所以说遇到你不会修的也不用担心，打开 YouTube 学一下就行了。那么从哪可以找到这些大件垃圾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各个市政厅都有。那么你只需要打开市政厅的网站去找一下这个 Hot Rubbish Collection 的信息，这些比如说他们什么时候收集这些垃圾的时间就可以了。因为每个区和每个区不同，所以说估计能够你忙活1年的。还有呢，就是你可以从很多的社交媒体上发现这一类的信息，你也可以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等进行咨询，只要你愿意，你一定是能找到很多的。那么放到哪儿去卖呢？也很简单，你就放到 eBay 上、亚马逊，在澳洲呢，你就放到 Gumtree 上，这些网站都可以去出售。那么在你出售的时候呢，我告诉你一个诀窍就是在你产品的描述区里你一定编写一个小故事。为什么呢？因为能够抬高你物品的价位。那这里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营销故事频报这一期视频，你就明白其中的奥秘所在了。
那么最后一个赚钱的方式呢，就是我现在一直在做的，就是通过 YouTube 来赚取额外收入。那么刚才所讲的所有赚钱方式呢，如果你能有一个 YouTube 这样的平台，那么你就会变得事半功倍，因为 YouTube 上呢会为你带来很多的流量。那很多朋友有一个误解，就是说我做 YouTube 一定要很多的流量才行，因为这样呢才能赚取更多的广告费。而广告费呢，其实并不是 YouTube 上的收入唯一来源，只不过是平台本身产生的来源，而且呢并不高。很多成功的 YouTuber 吧，其实并不依赖于广告费，而是通过广告费之外的很多种途径来去赚取收入。比如说通过呢垂直的内容，然后精准的定位这些有兴趣的观众，然后把他们变成潜在的这种客户，出售自己的产品。那么大家呢对开启 YouTube 频道感兴趣的话，想建立一个个人品牌，利用流量来去赚钱的话呢，可以点一下视频下方的链接，因为呢我有很多这个信息是可以跟你分享的。OK，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希望以上的信息呢对你有一些帮助。那喜欢的话呢，别忘了帮我点赞、转发，并且关注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